少吃一定会变瘦的，重点是后面藏了很多魔鬼的细节。你因为少吃让你容易饿，你会不会中间或者睡前有去吃零食？那另外你少吃的是少吃的什么东西？你觉得500大卡进到体内对于体重影响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你看你喝的珍珠奶茶进到我们的肠胃以后啊，它是直接完全吸收。但是呢，你吃的白米，它进到我们的胃里面，你要消耗它，还要耗掉一些热量对不对？所以你一样在体外去烧是一样的啦。但是你吃的白米的500大卡，你在胃里面要消化它，你身体还要动，胃还要动，还要消化。所以真正你虽然吃进500大卡，但是你身体可能耗了100大卡去吸收它。所以少吃500大卡，在食物的选择种类不同的时候啊，体重影响就不一样。欢迎光临小周末开趴，我是小米，我是佑荣，每周陪伴你们的好闺蜜回来啦。我们的听众可能都知道我们有运动习惯，对，甚至呢维持很多年啊，我还去参加那个运动的比赛，但是体态就是一直达不到我们的满意标准。所以我个人其实是在去年有走进初日，我是自费进去的，然后透过各项检查了解身体状况之后呢，医生就帮我对症下药，补充营养品，调整饮食，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体脂一路下降了 10%， 超多很多吧。我其实很懂，就是因为我当初会去初日，也是因为我本身其实不算是暴饮暴食的人，然后我也算是有运动习惯，但体态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有种我觉得我可以更好的感觉。所以今年我也算是利用，就是透过初日的帮助，我的体态数据都有很大的改变，我的体脂也降了快10哦，大概8吧。哇，我自己觉得很扯，因为我本来想说没救了。但今天呢，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救世主陈威龙医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怎么样可以快乐轻松达到你的体态目标。OK， 谢谢小米跟佑荣给我这个机会。谢谢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初日陈威龙医师。医师好。Okay，那我们有个节目惯例，分享一个上周你发生的有趣小故事。我都讲坦白话，我们行销有跟我说，你要我分享一个故事啊。我刚在进来你们的这个直播间前啊，我在想，我其实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那为什么我想一想，我过去这个礼拜好像没有特别让我感伤的事情，所以我在想，奇怪，我应该有故事可以分享。后来我找到答案，其实不是没有特别案例，是过去这2周啊，因为天气变凉嘛，那我自己觉得我在每年的季节变化的时候啊，我的感情线会变得很脆弱，所以过去这2周啊，我看到每一件事情都让我很感伤。我会想到我自己以前生病的事情，会想到我爸爸生病的事情，然后会想到我女儿不在我身边，所以啊，你要我分享一件故事，我总觉得在我周边过去这2个星期啊，每一件事情我都很感动。我甚至在前几天晚上啊，我躺在沙发滑手机，看到美国有一些短片在分享嘛，就是家人分别一段时间，女儿突然出现，让爸爸一个 surprise。我那一天看那个短片。躺在沙发上啊，一直掉眼泪。然后我太太发现我怎么没有进房间，她想说，她就喊我说你怎么了？然后出来看到我在擦眼泪。所以呢，我要分享我过去这2个礼拜有没有让我特别感触的故事啊？其实我觉得过去这2个礼拜每一件事情都让我很感触。那诊所的事情呢，比如说我在看减重的病人或者糖尿病的病人，其实我从他们身上我都在看每个家庭的故事。真的，我觉得我硬要分享一件，我真的很难，因为我觉得过去这2个礼拜，我就是每一件事情我都像在看一个家庭，我看一个人的故事一样。对，所以我觉得每件事情啊都很感动，然后再投射到自己的身上，就觉得很感伤。我好奇医生是什么星座，跟我刚刚想的一模一样。好，我其实是处女座，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像我们的诊所的同事会以为我是水瓶座，他们说那个是比较感伤的。其实我是龟毛星座的，我是 A 型处女座，对，但是我的处女座是比较接近后面，但是我真的是爱干净没有错，所以有到过我诊间的人应该知道我的看诊桌我会收得干干净净的，没错，真的很干净，对，包括我的指甲，我在上节目我一定要剪得干干净净的，真的耶，小细节，对，我很重视这些整齐，而且我觉得这是给人一种信任感。没错，就有一种专业感。没错，医师其实我们看我们那个我们的状态啊，就是我们也都有分享说，其实我们都有在固定运动，可是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一直觉得
就是差那几公斤，而且我觉得我们减很多年了，其实都没有成功减肥过。我自己是用过非常多种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方法都没有成功，然后甚至可能吃很少很努力的运动，但是最后还是达不到效果。请问因为我们一直都听到少吃多动很多年了，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我们其实我自己也减重过了，因为我自己减重过3次，这是第3次，当然这一次我维持了10几年了。对，那少吃多动到底对不对？其实大体来讲是对的，但是呢，你要看你少吃的是什么。比如你今天少吃的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你却把这空的胃拿去吃肉桂卷，拿去吃薯条，那你还是少吃啊，但是你少吃的东西吃错了，你应该少吃不健康的东西嘛，少吃高热量高糖的东西。对，那多动到底对不对？多动当然也是对的但是呢，我在之前一直有跟大家分享，千万不要觉得运动可以减重。我常常举一个例子说，你看我们像小米跟佑荣都有在运动嘛，我自己早上才刚跑步完，我们跑1个小时才消耗500大卡，一个麦当劳全餐有800大卡，所以运动怎么有可能让你变瘦下来？就可以多吃一点点。对，我觉得多动当然是好事，但是你少吃是要看你少吃什么东西。健康的东西你不用少吃，所以可以说关键在少吃这件事情。吃对对，少吃到底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你要看你少吃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以前我们常常听到热量赤字，所以大家可能会比如说同样热量，他把白饭换成珍珠奶茶，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可能宁可把那热量扣打给甜食，这样子是可以的吗？我知道佑荣意思，比如说今天一样，我们少吃500大卡，到底或者我们多吃500大卡好了，我应该这个500大卡拿去吃白饭，还是拿去喝珍珠奶茶？这个中间有个概念，这2个食物呢一样是500大卡，但是你要想你觉得500大卡进到体内对于体重影响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你看你喝的珍珠奶茶进到我们的肠胃以后它是直接完全吸收。但是呢，你吃的白米它进到我们的胃里面，你要消耗它，还要耗掉一些热量耶。对不对？所以你一样在外面算起来都是所谓热量的概念，是当时科学家把这些食物拿去燃烧，看它产生多少卡，可能用在体外去烧是一样的但是你吃的白米的500大卡，你在胃里面要消化它，你身体还要动，胃还要动，还要消化，所以真正你虽然吃进500大卡，但是你身体可能耗了100大卡去吸收它。所以少吃500大卡，在食物的选择种类不同的时候体重影响就不一样了。所以吃对反而还会帮你减肥。没错，所以我一直觉得要减重我就先破题那讲答案。我们减重其实到底要不要少吃？我觉得就是2个字而已，种类跟比例，就是这2个。我们吃的种类要选对，那我们吃的比例也要搭配的对。像我之前有看小米在 YouTube 分享他去 Costco 买的食物，对，我觉得他吃的非常棒。哇，他的种类，医生有看你的频道，对，我有追踪的呢。好感动。他选的食物的种类是对的，所以我刚刚不是讲种类跟比例吗？他选的种类很棒，所以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成功。那比例就是你买了回来这些食材即使你买对，比例要吃对。比如说你今天买回来的这个鸡胸肉你买回来的一些优质蛋白，那还有一些淀粉，如果你今天的蛋白质只吃了1天就只吃1份，但是你的淀粉吃了20份，那这比例当然不对。所以种类选对了，接下来就是比例。所以我一直觉得维持体重或者要减重最重要的就是种类跟比例。对，所以像他在小米在 Costco 买的分享那些食物那时候我看了那一集，我就哇塞，大家可以去看那一集对，概念非常好，大家跟着吃应该会变瘦，会变瘦，没错。那很多就是女生，也不能说女生啦，很多想要减重的人，他们都会觉得说，越不吃，好像会遇到反而越容易胖的情况。就是他会一直节食，可是他还是会变胖。那怎么样做才对 ？OK， 这个所谓吃很少反而会变胖，我相信大家在很多网络，包括很多所谓的减重医师啦，或各科的医师，都在告诉大家说少吃不会变瘦，反而会变胖。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会觉得没办法理解，对少吃为什么不能变瘦？我认为这个中间大家没有把它讲清楚。
少吃一定会变瘦的。重点是后面藏了很多魔鬼的细节。你看你这一餐少吃，或你今天少吃，就是第一个你少吃的这些东西，你可能会饿。那饿你可能会去吃很多零食。本来你正餐应该吃的蛋白质你不吃，变成你饿了，那你会去吃很多零食。像佑荣他们，你们前阵不是去意大利玩，还拍了一些影片嘛？对，那你们不是会去意大利吃很多美食？是。那我们如果那一餐你该吃的肉类没有吃够，你就会在街头很想吃，买一些小零食。对，所以少吃到底会不会变瘦？当然可以，但是呢，又回到我刚刚讲的2个点。你因为少吃让你容易饿，你会不会中间或者睡前又去吃零食？宵夜。对，或宵夜。那另外你少吃的是少吃的什么东西？如果大家讲的少吃会不会变瘦？如果你少吃的都是我刚刚讲的这些高热量食物，这些高糖食物，当然会变瘦啊。但是如果你少吃的这些所谓原型的东西，那当然不会瘦。那我身边很多朋友在减肥减重的过程当中，都会聚餐的时候都会说，那我就不吃白饭了。白饭到底可不可以吃？因为我觉得大家好像很万恶，很害怕淀粉这件事情。对，就是说到底淀粉能不能吃，对不对？其实淀粉可以吃。那又回到我刚刚讲的，你挑淀粉的种类很重要。如果你今天挑的淀粉都是白面包跟另外一个人他挑的淀粉都是马铃薯，烤好的马铃薯，不是油炸马铃薯，那当然可以吃啊，看你挑什么淀粉。如果你每一餐的淀粉都是要用面包来果腹，那当然一定胖，因为小小一个菠萝面包可能热量就400-500大卡，可是你吃一碗白饭才200大卡，那你如果挑对淀粉是可以吃的。淀粉对人本来就是需要的，就像我今天早上去跑步我一定会先吃个地瓜，不然我跑不了几公里我就没有力气了。对，所以淀粉因为淀粉可以直接燃烧，让我们立刻有力气。所以你看很多的劳工朋友在工地或建筑的劳工朋友，他们吃了甚至一餐吃2个便当，饭都吃光光，你看他们身材还是很精壮啊，因为他们需要很多的热量，而且他们吃进去的白饭立刻燃烧掉，并不会囤积成脂肪。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刚好有拍另外一个片子我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你要不要吃淀粉要看你那天的运动量。我刚刚想问这一题。对，所以看像小米跟佑荣都有很大的运动量，我认为淀粉是要吃的，不然你表现力不好。还有我们做完重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重训是为了长肌肉嘛，对，那长肌肉要吃足够的蛋白质，对不对？但是其实不要忘了要修复肌肉也需要淀粉。淀粉可以帮助对，它会帮助我们修复肌肉。它没有那么罪恶，本来就没有。其实我又想到我8月刚走进初日找陈维荣医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数据大概是22-23%体脂，已经很不错了。对，就其实还不错，但是我就一直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在镜头面前工作的都还想要再好一点。然后那个时候医师跟我说我也吃太少了，然后我才觉得说，可是我很焦虑，我就不敢再吃，我就觉得说确定你要我再吃我真的是不行耶。结果后来我去意大利狂吃特吃，回来体脂降了2%。对，其实真的要吃对食物啦。刚刚佑荣讲到一个身材焦虑不是女生有，我自己也会有。我最近我太太才陪我去百货公司买了2件裤子。为什么？我发现我最近腰变紧了。我在想说我是不是变胖了，自己在帮别人做减重千万不能变胖，我也会有身材焦虑。但是呢，其实我们只要吃对东西，如果你有配合的运动其实是可以吃的。像我如果有运动像我今天去跑步，跑步前我吃了1根地瓜，跑步后我又吃了1根地瓜，还吃了1片这个酸种面包，又吃了1碗麦片，都是淀粉。对，但是我觉得不用担心，因为你运动量够是可以吃的。那运动量不够，当然不能吃太多啦，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所以我们吃的淀粉或是说碳水会决定在我们的运动量多寡这样子。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需要力气嘛。对。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基本上就分3大类，当然有很多类啦。我们基本上提供热量就是碳水嘛，然后蛋白质嘛，跟脂肪。对。但蛋白质跟脂肪它要燃烧需要时间。所以如果你今天运动量很大，你只吃蛋白质跟油脂的话，它没办法立即燃烧，所以你没办法马上足够感觉有力气。但是碳水进去燃烧很快，你就可以立刻有力气。所以很多在运动人的你看那个跑马拉松的沿路还会喝一些糖水，对，不然他没有力气。所以我自己也深深感受，
我有氧运动完，我还会做重训。如果有时候我还甚至带一块面包去，中间我会休息一下，吃个面包，再继续重训。哇，可是你维持的超级好对，我现在看起来是比较瘦，但是其实我是精瘦啦。我自己很自豪的说，因为我身体的肌肉量、骨骼肌是占体重超过一半。哇，对，所以我体脂率大概只有11左右而已。那你是从什么时候从什么数据开始降下来的？我其实我今年55岁了嘛，我39岁的时候，因为我胖嘛，生了一场病，那时候我体脂率大概34、35，对，我永远记得，男生哦，那我肚子很大，就是那个所谓中心型肥胖，中广型的，所以我的腰围那时候是36腰，后来我生病后我就开始很重视这些饮食的概念，那时候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但是我自己到处去搜寻这些，我就开始投入这个，就对这个很感兴趣，对，那我开始去维持，那我慢慢的发现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一开始我讲的食物的种类跟比例，还有如果要再加上一句话，就是时机，你吃的时机很重要，对，如果你今天运动量没那么大，你当然不要在晚餐的时候又吃那么多精致淀粉，对。所以像我如果当天看诊没有运动我通常晚餐淀粉吃很少，但是我中餐会吃很多淀粉，甚至那个全家，我们知道全家的地瓜比 Seven 大颗嘛，对，我甚至可以吃到2颗到3颗，蛮多的。对，所以但是我发现我体重也没有上升，因为我选对时机，还有我们刚刚提的，我选的是原型的食物，并不是面包。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很爱吃面包，我是面包控，他也是，对，我是超级面包控，面包很好吃超好吃的，对。然后像那个肉桂卷可以吃可颂吗？可颂超油，超好吃的，对，很好吃但是如果你为了减重，还有为了不复胖可颂就要稍微注意不过佑荣刚刚提到底可不可以吃？我们人生不可能永远都不吃，这样人生过了头痛苦。就像我刚刚一开始也讲这个2个礼拜是我的忧郁期，那吃这些食物会让我很开心。我们人生不可能永远100分，100分做不久，所以当然可以吃。那我们讲到种类比例还有时机嘛，所以我在礼拜天礼拜六我跑步的量很大的时候我会跑到我家里附近的早午餐店去吃汉堡，去吃可颂，去吃肉桂卷。我突然肚子有点饿。快乐还是也蛮快乐很重要，对。如果你没办法快乐你选择的食物的，你在选择食物的原则没办法让你快乐，你绝对做不久。我很喜欢陈荣医师一点是那时候在看诊的期间，因为我们当然要尽量遵循那个比较优质的饮食选择，对。但是我就有问说医生，可是我有时候周末就是想跟朋友喝个酒有时候我就是很想吃可颂然后医生也不会说不行，他就会说你真的很想吃的时候，你也就吃吧，就是他觉得心情跟快乐还是很重要的，就没有。我记得你在减重的那个过程中，周末都还有吃麦当劳就我还是快乐。医生在可以讲吗？当然可以讲，我自己都吃呢。对，我还是会喝酒，还是会吃麦当劳，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这个东西是适量。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因为比例。对，因为我们可能1周6天都吃得很棒，然后有一天稍微放纵一下，就是开心一点，这个比例还可以吧？没错，所以你知道国外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我常常也在诊间分享给减重的朋友听。这边有2个人，他国外一个研究把减重的分为2群人。那 A 群呢是每天都吃半块蛋糕但是他每天吃这半块的时候，吃完都很懊悔，又很罪恶，但吃的也不爽。那吃半块怎么会爽？对啊。但是 B 群的呢，他有5天吃的很干净，那另外2天他就吃的很爽，就大吃特吃。你知道 A 跟 B 哪个减得好 ？B。对，所以他很开心，但是有5天很认真。所以像我自己这些年来，我就是奉行这个原则。我在1到5工作的时候，我吃的很干净，所以我们整间的营养师都知道午餐是固定的。我就是到诊所附近的全家或 Seven 吃个鸡胸肉，吃个地瓜，喝个豆浆，就这样而已。但是我假日我会吃得很放纵。你看这个国外研究也这样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你把它套用在现在媒体或者网络都在讲的碳水循环，其实是一样的概念。所谓碳水循环有很多减重医师也会讲说你尽量吃碳水没有关系。我觉得这种话只有讲对一半。如果这个人他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都没有动，那每天都吃那么多碳水，事实上是瘦不下来的了。对，所以要告诉自己我们自己要减重减得好，或者要维持体重维持好，碳水当然可以吃，但是呢要
抓对时间。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在一个礼拜好好享受2天，没有什么不好啊，人生本来就要开心，而且这样还更有动力，因为1到5你吃得很干净，就会想啊6日快来了，可以大吃。原来对，我不知不觉奉行了这个国外的对会瘦下来的方法，所以我常常也分享这个研究结果，那我自己也是这样做，那也是可以维持得很好。刚刚讲到碳水嘛，那其实在减重饮食其中有一块是蛋白质也很重要。对，那我们现在不是很多华社群就会说哦，每天要吃什么体重的1倍、 1.2倍、1.5倍、2倍，是一定很多人看完就是到底要几倍？医生有没有一个最通用的？对。我觉得大概可以分2方面来讲，然后有的人他对于这种几克的概念没有很有想法，对啊，我觉得那个就是用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2-1餐盘，然后我先讲就对重量没有概念的人，好2-1餐盘就是你今天把你今天要吃的食物，不管你今天吃2餐、3餐或者有吃1餐，你的食物呢把它切成4等份，那其中的2份就是蔬菜，另外1/4那个1份就是蛋白质，还有最后1/4就是淀粉。那这个餐盘可以很大吗？可以很大。如果你没有吃饱，你就记得一句话：等比例放大。所以等比例就是你看你放大了，你不是只有把淀粉吃多啊，你蛋白质也跟着多，蔬菜也跟着多，吃到你觉得8分饱，那就是对了。你也不用去算重量，你就等比例放大，先把比例做对。对，比例做对，听起来蛮简单的。对，那当然，如果你对于克数很有概念的人，那也很简单嘛。因为超商的一块鸡胸肉大概就是20克嘛。那如果你没有运动，一天假设60公斤的人就是需要60克。那不管你是吃鸡胸肉、吃鲑鱼或吃鸡腿或牛肉，你大概就是想嘛，一天就是3个手掌。超商的鸡胸肉大概就是切掉我们手掌的大小嘛，就是3个手掌的蛋白质。如果没有运动的人，那如果运动量像佑荣或小米或像我们运动量很大的人，你甚至吃到2倍都没有关系。对，我们刚刚不是说3个手掌，对不对？那有运动吃到6个手掌都无所谓。所以像我自己常常都吃到6个手掌。就是有一个比较模糊的地方是运动量怎么界定？好，大不大？对，到底大不大？吃到多少？有的人说我很努力了。好，这个其实我在诊间也很多人问到底医师我这样到底有没有过多或过少？我都这样开玩笑说，很简单啊，你看看你体重有没有上升嘛？你体重上升就吃过多啦，就回来检视。对，那你体重下降就是吃得好啊，或维持得很好，你大概可以知道。那有的人说，那这样我可能没有吃饱啊。你没有吃饱啊，是因为你比例没有吃对。如果按照我们刚刚讲的2-1-1，你蔬菜等比例放大，我相信你肚子就被填饱了。真的会。你菜吃那么多试试看，因为其实真的很少有机会可以。我去意大利为什么会瘦？2个原因，一个是我菜吃超多，都是那种一大盘一大盘在面前的，然后就全部吃完。然后再来第2个就是压力，因为太快乐了，在意大利太快乐了。我相信你去意大利应该也走路，那时候你在拯救，你走路走很多，我走很多，对，走很多，都2万多步。对啊，你2万多步，如果我的经验，2万多步至少有到7公里有了。对，因为我喜欢走路，对，应该有7公里，所以你一天至少走7-8公里了。对，这个量是大的。对，所以你有运动嘛，当然可以吃碳水，所以就尽情的去吃意大利面。难怪人家是说出国反而会瘦。对啊，因为其实动越多。没错没错。那除了刚刚讲到的餐盘，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饮食法，从以前到现在有什么168啊，生酮我也用过，生酮啊，然后佑荣就是一个我每个都做过，什么都愿意试的。那有没有比较通用的饮食法，或者是说医生在诊间给病人建议啊，或什么你觉得成功率比较高的饮食法？刚刚提到的这个168或者生酮啊，我觉得没有说哪一个是最好的，应该是我自己的原则是这样，找到适合你自己的，你可以做下去的，都是好方法。那只要注意说你身体有没有特殊的慢性病，然后跟你的医师或营养师咨询一下。比如说你有糖尿病，那你完全用生酮都没有碳水，你又在吃血糖的药，那就不适合。所以还是建议要让医生评估看看。如果你身体有一些慢性病如果没有慢性病，我觉得没有所谓最好的方法。我在想在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人问，那我自己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刚刚讲的。最适合你做的最开心的，做得下去的，对，做得下去的都是好方法。那像我自己其实比较习惯168，对。如果我那一天没有运动，早上我基本上不太吃，
那或者顶多我真的觉得很饿，或者我预计今天看诊会忙到我中午都没办法吃饭，早上我会吃个蛋，有蛋白质让我肌肉可以维持好，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不认为说有所谓最好的方法，只有最适合你自己的方法。对。那像我们的听众有很多人其实常常问到我们一个问题是，他没有在运动，那是不是就没有，就是像小米说没救了？那是如果可以只靠饮食成功的瘦身吗？饮食要瘦身本来就是靠饮食，所以我之前在某一个短片里面有讲到说，减重其实要靠饮食下面有很多酸民来酸我说谁说运动不能瘦我没有说运动不能瘦，但是要瘦饮食真的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吃对食物你再怎么努力运动要瘦下来，不是没有机会，相对难很多。你看你很努力的去跑了1小时，才消耗到500大卡，你跑完之后立刻去吃一个麦当劳全餐，吃完又到隔壁再去喝一个珍珠奶茶，就已经1300大卡，你怎么有可能瘦下来？对，所以吃对食物像刚刚佑荣提的，网友说我不运动光靠吃可不可以瘦下来？我可以告诉你100%可以，除非你有特殊的毛病，比如说有甲状腺功能不好这种有特殊的一些代谢的疾病如果这些疾病都没有，基本上靠吃真的可以瘦下来，不需要运动。因为我自己不是只有我，整间的很多减重的朋友都是这样那我自己在我39岁减重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心脏生病嘛，我也没办法运动所以我就单纯靠饮食就让我瘦下来饮食绝对可以瘦下来当然要不要运动我觉得如果为了健康或者为了将来不复胖，或者说我们刚讲要雕塑体态让你有6块肌啦，有马甲线那当然运动就很重要。如果你单纯只是希望体重下降饮食就够了啦。但像我自己遇到状况就是我曾经靠着自己的饮食我有瘦下来一部分，但是我真正会去出日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靠饮食瘦到我能瘦的极限了。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病人是这样子的状况没有错，因为我们身体的其实人是一个很奥妙的机器嘛那会影响我们体重，当然我刚刚讲饮食占80%嘛所以当然还有一少部分跟身体的机能有关，像我刚刚提的最重要的甲状腺或者有一些肠道功能有问题的人都会影响，所以的确还是有少部分会受这些影响。那所以我们瘦到一定的程度卡住的时候，可能真的身体有某方面出问题这当然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我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是很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身体状况的。因为我运动5年多了嘛，然后其实我的训练都算是强度蛮高的，但我也是一直就觉得说怎么都没有瘦下来。我在去年就走进那个门诊，然后数据一量才发现我很靠近糖尿病我看起来一点都不胖可是我很接近糖尿病，而且医生还跟我说如果你就是可能这个状态继续下去就是会变成糖尿病了。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有吓到。对，所以没有错像刚刚佑荣提的很多人来减重他并不知道自己，他只单纯来对他单纯是来减重。我是有胰岛素阻抗。对胰岛素阻抗的概念有兴趣的人请自己去看我的脸书可以要这些专业知识但是胰岛素阻抗我们简单翻成白话文就是说比较有潜在糖尿病的风险那第二个呢，有胰岛素阻抗现象的人呢讲是属于比较容易发胖的人。对，如果你又吃比较多的甜食你发胖会比别人快所以我常常这样举例，就是有胰岛素阻抗的人呢跟没有的人，没有人可能吃了一大头的冰淇淋都没有变胖，但是有阻抗现象的人可能舔一口冰淇淋就容易变胖。对，你要说什么？你知道我多辛苦了吗？喝水都会胖，易胖体质。对，我就是完全就是所以我运动到死都不会瘦好感伤是不是很可怜？不过佑荣的运动我觉得蛮佩服的。对，我有看你的一些影片，你好像还有去参加那个举重跟健力都有比赛嘛？对我觉得对于像这种胰岛素阻抗的人，或者真的已经有糖尿病的人我觉得运动我们刚刚不是讲减重靠饮食嘛，最主要靠饮食。但是如果已经有胰岛素阻抗现象，或者有糖尿病的人，或所谓的糖尿病前期的人，我觉得运动就很重要。对，因为运动会帮忙把血液中的糖用掉，你的肌肉会把糖用掉，让你的糖不会留在血液中那么久，会稳定你的血糖。所以可以说如果我没有运动我早就糖尿病会不会糖尿病我不敢说但是我相信呢，你
你的胰岛素阻抗可能会比原来想象的还要高。运动有帮助就对了，有帮助。那如果像现在大家就是可能现在能知道自己身体状况的，就是站上体脂机。体脂机我觉得还算好了，大部分可能就体重而已。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比较可以检测自己到底有没有需要比如说走进诊所，或是有一些迹象可以检查这样。OK， 其实刚刚佑荣已经有提到，其实体脂计现在很普遍嘛，对，一量就知道自己的体脂率有多少，是不是真的脂肪过多还是肌肉过少，这两个处理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啊，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腰围啦。对，其实腰围如果过粗的人，基本上就是过胖了。对，我们所谓的代谢症候群，其中一个指标呢，所谓代谢症候群就是血压高嘛，那血糖高，三酸甘油酯过高，那另外好的胆固醇过低，最后一个就是最简单，连抽血都不用，就是腰围。所以腰围如果过粗，基本上就要小心自己的脂肪是过多的，特别是内脏脂肪过多。那这样的人呢，事实上都要考虑进一步检查，甚至需要努力的减重。对啊，内脏脂肪也是靠饮食嘛，对不对？其实所有的我们身体的脂肪就是皮下脂肪嘛，皮下脂肪就是影响体态，内脏就是在内脏里面，其实都一样，就是靠我们的饮食，就是减重。所以很多人会说内脏脂肪有没有特殊的方法去减低它？其实一样，我们只要减重，我们身体的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都会一起变少。常常在诊间有人问我说，那我去做抽脂手术可不可以降低内脏脂肪？当然是不行的。好问题因为抽脂抽的是皮下脂肪，抽脂的手术不可能去把你肝脏里面或心脏里面的脂肪抽掉啊，抽掉的人就 GG 了啊。对，所以呢，要减低内脏脂肪，就是靠我们一般这种减重的方式，不管你是用饮食或者用现在很夯的药物去辅助，当然都可以降低我们的内脏脂肪。那你知道现在很多人1到5上班很累，那他有时候压力很大，就会想要大吃一顿。那医生刚刚说，食物的选择种类跟比例很重要。那有没有什么食物是吃了比较不会胖，或者是所谓又开心的食物？减压？对，这个问题不要那种有没有不要那种很无聊的。OK， 好，这个问题之前呢，在某某节目啊，有某个主持人问我这个问题，我那时候就跟他承认说，我被问倒了。让我们开心的食物啊，好像都会让我们变胖。对，像我们刚刚讲的面包，我们的喜欢的面包，这些都让我们变胖。那为什么这些食物会让我们开心呢？因为它的糖会刺激我们大脑释放多巴胺，对，所以会让我们开心。那上次我在那个节目啊，他问我说：“陈医师，有没有哪个食物让你吃得很开心又不会变胖？”我当下还真的没有答案呢。那我回去问了 ChatGPT， 居然是问他。对，因为我真的没有答案。那 ChatGPT 给我答案很自私，都是什么优质蛋白质啦、海苔啦、坚果啦，对，都是很自私。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想讲虚伪的话。我目前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食物让我自己我讲我自己让我开心又可以让我维持体重的，我觉8没有。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频率、比例跟原则，对，你不要每天享受。我那时候因为8月我是进初日要减重嘛，然后我就跟营养师一直讨价还价，我就讲到有点快 K-mobile 就是很烦，就一直叫我要吃那些什么蛋白质菜，然后我说那这不能吃吗？不行。那这不能吃吗？不行。然后就已经要火大，他最后终于帮我想到一个方法。什么？很棒的方法。就是我有照他的方式，他说如果你真的要吃，你就先喝一杯无糖豆浆OK， 我就可以吃了。吃食物的顺序，对，顺序就是这件事情让我比较快乐。就是他不会叫我说不准吃，然后他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吃的话就先喝一杯，然后我就乖乖的家里买超多无糖豆浆，然后每次我还是会吃蛋糕，然后还是会吃汉堡、薯条、鸡块，我超爱吃鸡块。鸡块算蛋白质吧，医生。你讲的是麦当劳这种鸡块？麦当劳跟摩斯我都很喜欢。你们刚刚讲那个顺序，我们等一下再把它讲完。好，那鸡块到底好不好呢？鸡块如果你吃一个鸡块，我宁愿你吃炸鸡，就是我们麦当劳那个炸鸡腿或炸鸡块，因为它的肉是原型蛋白质。你如果担心变胖你只要把皮扒掉就好了。像我都这样吃，所以我还是会开心吃2-3块。但你吃的那个麦克鸡块它不是鸡肉，它是重组肉，里面真正的肉可能只有20%，其他是骨髓、皮什么都和在一起。
所以你吃进去的蛋白质可能只有20%，其他都在吃淀粉，它甚至加了淀粉，加了油，对，你吃的都不是蛋白质。那你对，就跟汉堡排一样，好难过哦。所以我们买的麦当劳早餐店的那个肉排蛋，对，它也是重组的肉，可是我看到的肉是完整的，像里脊肉，里脊肉可以的，但是那种汉堡排就是汉堡排那种，就是压扁的那种，对，那个是重组的，除非像之前有一阵子全联有在卖一种汉堡排，它是真的把牛肉就是打碎，就是绞肉，那个应该那个就是 OK， 这个就是 OK 的。但是纯牛肉只是绞碎再组合。对，所以我现在也很少吃麦当劳的重组肉啦。我们不是要说麦当劳不好，我常常会去吃麦当劳的炸鸡，我想享受一下，但是我可能皮呢，我点2块嘛。2块我1块有吃皮，1块没有吃，对我就会还是有吃到，但不用太多。所以听下来，因为一直讲到麦当劳，你知道我现在有点饿，所以这样子说，一个爱吃麦当劳的人，你会建议他走进去就是点炸鸡餐，或者麦当劳不是有那个嫩煎鸡腿堡它就是圆形的鸡肉，对不对？对，所以像我自己比较喜欢吃嫩煎鸡腿堡。那你说那你都没有享受啊？那我也不想说谎，有时候它有一些季节很棒的食物，我还是吃，但是记得我们刚刚讲。比例原则嘛，你不要每天就好。那刚刚佑荣有提到那个吃东西的顺序，对，它其实有隐藏2个意义啦。就是如果你今天先吃了蛋白质到我们胃里面去吸收嘛，所以你后面再吃一块蛋糕，你的血液中的血糖就不会跳那么快。那不会跳那么快呢，你就不会血糖很高，因为血糖太高就更容易囤积成脂肪。所以先吃我们讲的水肉菜饭锅，就先吃了蛋白质，喝水嘛，然后吃肉嘛。然后再菜嘛，饭就是淀粉，就是你的蛋糕。所以先吃了蛋白质，会让我们吃完饭后血液中的糖比较稳定，不会升那么高，比较不容易有脂肪囤积。另外第2个呢，我今天就帮你解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看你喝了豆浆，你本来可能会吃2块蛋糕，对，你喝了豆浆之后，你搞不好只能吃下1块。就不会想到你对饱足感。我在初期，在去年食量还非常大的时候，因为医生看到我的时候，我食量已经有调整到很正常了。但我去年是很大量吃东西的人，我一开始那时候医生就有这样建议，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喝完豆浆还是可以吃满所有的东西，但是慢慢的，因为我豆浆可能蛋白质补充足了，慢慢我身体好像就没有那个渴望会下降，可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然后，但是我是自己经历过来，从我控制不了到我现在反而没有那么大的欲望，想要吃那些垃圾食物。对，因为这个蛋白质让我们饱足感够嘛。对，有时候我们讲的食物的种类，其实我们要把它讲得更精细。你看，假设我们今天吃一块超商的这个鸡胸肉20克嘛，那1克蛋白质是4大卡嘛，所以这一块鸡胸肉，当然它里面可能还有一点油脂加一加，好，顶多就100多大卡。你看吃这一块鸡胸肉100多大卡，跟你到一样超商去拿一个这个瑞士卷或蛋糕卷，它可能就500大卡。这2个吃进去，哪个饱足感比较够？鸡胸肉嘛，对，所以你看相对的热量也少，也让你有饱足感。所以热量不等于饱足感，要选饱足感高的。对，所以我们讲的更实际，直接讲答案。你看，你选择原型淀粉跟吃一块面包，今天吃一个地瓜饱足感一定比吃一个菠萝面包饱足感够，因为地瓜里面有很纤维，所以你吃了一根地瓜，里面等于吃了1把的地瓜叶的这样的量。它里面的纤维很多，所以呢会让你有饱足感，这个很重要。所以吃东西的顺序一样是重要的。然后，所以我跟佑荣一样，现在也是有这个习惯。像我刚刚不是讲到我假日会去吃肉桂卷，对不对？我每次骑脚踏车骑到最后我的目标都会放在哪里，你知道吗？这是我自己的，就是我假日的时候我会想去吃我心中已经搜寻放在我口袋名单的早午餐的店。那我可能去在台北市或骑到新北市，骑到哪里到处骑。那比如我骑到我该有的量我最后终点呢会在那一家早午餐店。对，我就是为了要去享受那一块肉桂卷，所以就骑过去。对，我就最后终点就是那里。然后，但是我会先到隔壁的超商先吃了2颗茶叶蛋，我再进去吃肉桂卷，不然我怕我可能会吃3个。但是我吃了2个茶叶蛋，又喝了1瓶豆浆之后，我进去只会吃1个，但也很满足。对，但是我已经有点一样有快乐。那我想问一个，因为我自己我就很喜欢吃垃圾食物的人，那有的时候就是家里不一定有那个豆浆，
我因为刚刚医生讲到那个血糖的那个原理，我有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想说运动是不是也会平稳血糖？我自己的幻想，所以我在吃蛋糕之前，我会先硬举20下我是真的会，因为我的书桌旁边就会放那个25公斤的壶铃，然后我就会先硬举20下之后我再吃那个蛋糕请问一下这样有帮助吗？当然一定有帮助，真的。但是如果你今天吃的量很多当然就不好，为什么？因为你运动啊会把你肌肉里面的肝糖耗掉肌肉里面的肝糖是什么意思呢？它就像一个仓库，那你今天运动后你肌肉的糖不是被用掉了，肝糖被用掉，你现在吃进去的这些甜食啊肌肉里面等于是空的，它就可以把它吸收掉，你血液中的糖就会比较平稳，所以当然一定有帮忙。对，所以当然就像我现在也是会这样做就是如果你必须要吃的话，你知道我想到一个吃了比较不会胖，然后也有点快乐的，我们真的为了吃齁就是无糖豆浆豆花这个很健康，这个很不错，是因为我就是让女生吃完正餐就会想吃甜点，然后那时候我在减重，这个我要修正一下，不是只有女生，男生也会抱歉我也会，很多人都有甜点味。然后那时候我在减重的时候，我就忍不住问说，就很想吃甜食啊对，那个营养师那时候跟我说，你可以吃无糖豆浆豆花。然后我眼睛一亮说，好因为我很爱吃豆花。对，然后你可能再加一些料，你选那种原型食物，譬如说绿豆啊、薏仁那种，其实它应该是可以算是相对健康的甜食吧。没错，小米讲的是对的。对，我帮他想到一个选项，绿豆可以对不对？绿豆它就是淀粉嘛，但它相对白米它的热量跟升糖指数，特别是升糖指数是低的。对，当然现在大家外面买得到的绿豆都煮得很甜，太甜。对，那我自己也很喜欢吃绿豆我们家人都很喜欢，所以我太太其实我们现在加的糖非常的少，甚至没有加。那当然刚开始会不习惯，其实食物的习惯是可以被养成的。对，真的是可以被养成。我是真的从全糖，因为我以前是蚂蚁人，我非常的爱喝甜的饮料，我是全糖，然后喝到现在我连奶茶都可以无糖。这么厉害。我是真的养成习惯过来，所以我认为饮食习惯是真的可以养的。而且其实这过程不痛苦吧？不痛苦，就是慢慢身体好像就会对那个糖的欲望会下降。是真的。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压力很大，很多我都是从全糖人变到现在了，大家一定可以做的。我觉得那过程真的很像上瘾停不下来。会这样子。我自己以前跟小米一样，我也是蚂蚁人，所以我以前喝珍珠奶茶，哪有什么在我的选项里面哪有半糖？对啊，反正就是全糖邪教吗？对，就是全糖，所以我超喜欢的。在我30几岁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不是只有珍珠奶茶啦，我跟你讲，那个夜市里面咸酥鸡啦、东山鸭头啦、臭豆腐啦，什么我都吃，太好吃了。但是慢慢你去养成习惯之后，不是说你现在讲的好像都不好吃，没有，还是偶尔吃还是很好吃，但是就记得去掌控这个频率，而且回到我们刚刚讲，真的可以习惯养成。所以我现在喝全糖的珍珠奶茶，我喝下去我会觉得不舒服，我没办法，第二口就觉得那个糖味反而现在在我们的味觉里面不是没错快乐的味道了。对啊，很奇怪，就是会慢慢改变习惯的。对，那医生，我们想要聊一下最近很火热的猛健乐。OK， 先请医生帮我们科普一下猛健乐这个产品好不好？ OK， 好，到底哪些人才可以用，对不对？对，就很多问题，我们很多。好猛健乐呢，其实跟现在市面上用的像周先达或像之前的善先达，它都算是一种人造的肠泌素啦。肠泌素是什么呢？我们人吃的东西大概1个小时左右，我们肠子自己就会分泌肠泌素，人体本来就会分泌。那人体这个肠泌素分泌出来呢，它会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它会在大脑抑制我们的食欲。那第二个，它会让我们的胃的蠕动稍微变慢，所以你会有饱足感，因为食物消化变慢嘛。那第三个作用呢，其实它是可以对抗胰岛素阻抗。那对抗胰岛素阻抗这一句话，今天大概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讲很详细，但简单讲，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所以这一类的药其实刚开始是拿来治疗糖尿病它是为了稳定我们的血糖。那后来发现它可以让我们的胃的蠕动变慢，然后又可以抑制我们大脑的对这个食欲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拿来减重。所以它猛健乐呢，跟我刚刚提的周先达啦、善先达之前的这个善先达都一样，它就是一种人造肠泌素。那为什么猛健乐变得特别夯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肠泌素有很多种，有很多个，我们人体分泌的肠泌素有很多个。那
其他的产品呢，它都只是模拟一种肠泌素，但猛健乐是模拟人体的2个肠泌素，真的猛，对，所以它当然效果就比较强，就比较猛。所以它就是真的很猛嘛，那病人也开心嘛，那有效果，病人健康，然后医师快乐嘛，因为医师赚钱嘛，药商赚钱嘛，药很猛，真会取名耶，对，然后病人快乐，然后药商就是开心嘛。那所以它因为模拟2种肠泌素，所以效果非常好。那到底哪些人适合用当然有这个讲出去，可能又有酸民会酸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用？当然，根据最近很夯的，就是世界WHO 他们有制作一个准则出来嘛，就是在 BMI 大于27，那又有并发症，身体比如说有合并高血压、合并血糖的人就可以用。或者你都没有所谓的三高，但是你 BMI 大于30可以用。好，我这段讲得很快是为什么？我觉得大家不会对这段有兴趣的。那到底是哪些人可以用？很多人会说我都 BMI， 像有一些诊所，他在有一些减重的朋友，他 BMI 没有到这个标准，我们仍然他要求要用，到底要不要给他用？我觉得这个我今天要声明，就是他没有对错。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今天为了爱漂亮去医美诊所去抽脂或者去隆鼻，对，好，那这个算不算道德有问题？因为这些整形医师呢，本来在学这些抽脂技术或隆鼻技术呢，他是为了帮有一些创伤或者外伤，或者当时有做一个大手术，让他失去他的外观的人去帮他做手术。对，好，那你今天是为了爱漂亮去做这个手术，那这个要不要道德去批判？所以我始终觉得要不要用这个药呢，应该是取决于就是自己想减重的人到底要不要用，对自己的满意度。我要承认，因为我去意大利之前，我那个身材焦虑很严重，然后我就有跟医生说我想要打猛健乐，我先承认。我那时候还没有给你打，对不对？医生对说你不用。对，所以到底要不要用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答案。我说实在话，因为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那你今天你为了让你鼻子再翘一点，到底要不要去动这个手术？就个人审美，对个人审美观。那我今天这样讲，并不是要推崇说大家都来用猛健乐。坦白说，我个人也很反对。我真的每次在看IG 一些短片有一些医师直接就在上面推广猛健乐的好处。我并没有很喜欢这样做。但是如果今天有减重的朋友来跟我询问他可不可以用，我会根据他的状况，那我们会去追踪他的安全。如果要用的时候，我认为追踪一些身体的副作用的数据很重要。重点是安全，对安全。那所以我自己的观念是没有所谓到底可用不可用，就是取决在你跟你的医师自己去讨论。那但是我并不推崇说把它当成商品在那边送来送去卖来卖去。对，因为其实它还是有副作用的。因为其实现在取得很容易啦。对，我知道。对，像我减重门诊的有一些减重的朋友，他比如说减的没有成功，或者之前减的不顺利，或者有一些中间卡关又到我的门诊来，他也都很直接跟我说他已经在打猛健乐了。对我觉得没有对跟错啦，我讲的结论就是这样。那看自己对于身材的要求，但是我很强调的就是你要追踪这个药有没有对你身体产生副作用，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也是在我的门诊里面我们很坚持的，就是不管你的 BMI 到多少，你真的需要用到这个药来辅助你追求你身材的标准，那你真的要讨论我们要用的时候我很坚持，就是我们一定要追踪血液的一些状况，就是要抽血，要去确认药物没有引起副作用。那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你看最近已经陆续有很多研究，包括你看在脆啦，在 IG 啦、脸书都有很多减重医师在分享国外用猛健乐停药复胖的这个数据嘛。对，那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我讲一个很粗俗的话，这我下面喝讨论呢。你怎么说呢？你今天如果你的减重是靠运动或者靠节食瘦下来，你节食了2个月，你有没有瘦下来？有吗？会啊。你2个月后你开始吃东西会不会复胖？会啊。所以不管用什么方式，你只要停掉就一定复胖嘛。所以复胖不是针对猛健乐嘛？你不管用什么方式，你只要没有持续下去，维持一定复胖那这样怎么办？打了就要一直打吗？不可能。所以呢，我觉得很重要。佑荣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你在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减重，不管你是用节食
或者用单纯的饮食方式，或者用猛健乐你在减的过程要同时去改变重塑你的生活跟饮食，我个人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从根本做起。对，就像我刚刚讲，我看小米在 Costco 买的东西，它的食物做得很好，或者说像佑荣慢慢去改变这些进食的顺序，你在过程中去重塑你的生活跟饮食的原来的模式，去重塑你的习惯很重要，因为将来你有一天要停掉这些药物，那才不容易复胖。所以用什么去讨论猛健乐复胖率很高然后那反对猛健乐的减重医师呢就开始说，你看人家说会复胖你不要用那推崇猛健乐的医师就说那个是你可以持续再打下去你就多打久一点就好啦。你看我觉得讨论这个，所以呢我每次我看到这些文章我都好了，我不怕人家酸啦，我都嗤之以鼻啦。对，说出来了，对，因为逻辑我不要这么顾形象，就是我觉得很嗤之以鼻，所以我都不想讨论。问题不在那个产品上面，问题在于你怎么维持。所以猛健乐其实只是因为它下去的快，所以它是一个手段快，对，它一个手段，让大家会觉得好像更激烈，复胖更严重。其实这就是原本就会发生的事情。对，没有错。所以在用的过程，当然用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瘦太快啦。当然这些还有一些小小的眉眉角角，就是你用剂量用太大，让你瘦太快，你就容易掉肌肉嘛。那掉肌肉，当然基础代谢率下降，将来复胖率也增加。所以用猛健乐，不管是用猛健乐，或者你用节食减重，我都认为要有稳定的速度。那什么叫稳定的速度目前大家最推崇的数据就是一周大概减 0.5 到 1%，这是最漂亮的。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今天用猛健乐剂量用很高，让你一周瘦了 3-4%， 那也没有值得好拿出来说嘴的。下个月没用就回来了。对，没用就回来了。医生，我想问，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如果不要尽量减少那个降肌肉的几率，有需要蛋白质吃更多吗？我们要维持肌肉减重的过程要维持肌肉不掉只有2个方法，一个就是蛋白质要吃够，因为我们肌肉需要氨基酸嘛，氨基酸就来自于饮食的蛋白质，所以蛋白质如果吃不够，势必会比较高的机会掉肌肉。第二个就是如果你都没有运动，整天都坐着我常常会鼓励我门诊的减重的朋友，就是说如果你原本就有运动，我们就把它维持好，那这样肌肉比较不容易掉。那如果你原本没有运动的人呢，我们在减的过程如果发现你在掉肌肉，我就会鼓励你，至少你真的很讨厌运动，那你至少上班的时候捷运1层楼我们爬一下吧，或者你办公室在2楼我们爬一下吧，当然你办公室在20楼那就算了。对所以反而在降体重的过程当中，不要掉肌肉是要靠运动吗？那个运动其实帮你瘦下来的百分比很少就是我们有在动它。你看有一句成语叫做用进废退，你有在用它就不容易掉。所以减重的过程我们不希望掉太多肌肉，就是至少稍微动一下。所以呢，像有一些像我太太自己也没有到很喜欢运动，那她在减重的过程我就会尽量制造机会比如说今天你在家里记得去帮我去家乐福帮我买个东西，去哪里帮我买个东西，或者就只好带他去 shopping 嘛，去花钱去购物嘛，至少会走路。所以呢，你只要有在动肌肉就比较不容易掉。另外一个就是蛋白质要吃够。那跟没有在使用猛健乐一样，也是一样的倍数，一样的意思。刚医生讲到猛健乐的副作用，因为我相信应该蛮多人现在有可能是没有在医生的处方之下，因为它很容易取得嘛，那他可能也不知道用量，他也可能是想要很快速的瘦。那医生要不要可以算是小小警告大家猛健乐的副作用是什么吗？好，其实用这些药感觉都不难嘛，因为那个打开里面的访单就是说明都有讲你第1个月要打多少，第2个月打多少用这些药其实都不难。那我常常觉得这个也顺便呼应一下最近很夯的主题，就是卫福部最近不是在定哪些医师可以做执行医美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就是吵得沸沸扬扬嘛，就是 PGY毕业后不能植美嘛，不能直接去医美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认为要用这个药很容易，但是呢懂不懂得这个药的副作用才是重点。对，你不懂这个药的副作用，比如说今天我讲这句话没有特别的意思你是一位病理科医师你从来没有看过，对不起我先声明我不是对病理科医师不敬，病理科医师一直是我们医师最尊敬的医师我意思是说因为他没有用这些药的经验，那你今天用这个药感觉很简单我就开给你就打就好了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些药产生的，比如举一个例子，急性胰脏炎
你这一科的医师，你从来没有看过急性胰脏炎长什么样子。你的病人在用的时候，或者你自己买来打的时候，你已经有急性胰脏炎的可能性，你自己根本不知道。等到很严重的时候，你搞不好已经住到加护病房。啊，这么严重急性胰脏炎是可以住到加护病房的。所以我认为用这些药啊，要开这些处方真的很简单，有医师执照就可以开了。但是甚至自己像小米刚刚讲，网络现在也都到处都买得到。对，甚至大家都可以拿来当礼物送来送去。对，但是有没有去了解这些药产生的副作用啊？真的很重要。那除了胰脏炎以外，还有哪一些是有可能会像大家都知道，有的人会恶心想吐嘛，因为它让胃蠕动变慢嘛。但是你要仔细去评估，这个恶心想吐是不是只是单纯蠕动变慢，还是已经严重到你的肠子都不动了？有没有可能造成所谓的功能性肠阻塞，需要停药等等？或者你原本身体就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你有家族的甲状腺髓质癌，或者你过去这半年已经胆囊炎发作好几次，这种都不适合使用。或者你本身过去就已经急性胰脏炎的病史已经发作好几次，这种都不适合使用的。所以要用药都讲的都很简单，但是不了解这些副作用的人，他没有遇过，他不会觉得可怕。等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那为什么会产生胰脏炎这件事情？因为肠泌素，锰健乐就算肠泌素嘛。那肠泌素的仿肠泌素的一种制剂，它会让我们的胃跟肠子蠕动变慢，对不对？我们的胰脏呢，里面会分泌消化酵素，我们的胰脏是在我们的胃后面。那胰脏中间有个管路叫胰管，胰脏细胞会分泌消化酵素，释放到胰管。那这些消化酵素会随着胰管往下面流。这个胰管最后会接到我们的十二指肠，那这些消化酵素流出来是会帮助我们消化食物的。但是因为锰健乐让我们的肠子蠕动变慢，相对也会让我们的胰管蠕动变慢。那你看这个里面分泌的消化酵素是不是就流不动？就会积在里面嘛。积在里面就会发炎啊，就像一条水沟流不动就会发臭一样啊。对，那所以这个要怎么监测？当然除了症状以外，就是要抽血。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我门诊的减重的朋友，我们坚持一段时间都会验血，就是要监测这些数值，确定这些药没有在你身体造成这些严重的副作用，这个很重要。所以常常我有时候看到大家在媒体或者在社群上面分享哪里可以买得到但反正就是每个人自己想，就像你要花10万块去做一个隆鼻，或者你要花1万块去做一个隆鼻，对，你自己去选择。对，其实我也会想要用，比如说我要去意大利之前，我也会问医生可不可以，但我做的很重要的动作是我有问医生。那时候呢，我在猜，当然已经有一点时间了。我认为我当时不想给你用了。第一个，我觉得幼荣可以靠自己。把饮食吃好就可以瘦下来。因为我的问题不在吃多，对，其实是这样，吃种类啦。对，那另外第二个，因为你要出国嘛，我们监测不到，万一你有不舒服，我也不知道，那我有压力的。对，因为责任，对，这是一个责任。所以像我知道小米跟幼荣，我们不是有连一个专家群 app 吗？有时候你们会问问题。那很多饮食的问题，营养师会去回答你们。其实我都会看的。真的哦？对，我每个都会看，我只是有时候不想讲，因为我讲了你们可能就不好意思在上面发言。对，我都会看。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就像我一开始讲的，我是 A 型处女座。如果你们身体有状况，我会压力很大。哇，没想到你有看呢。我都会看，我每一则都会看。我每个我的病人减重的朋友或糖尿病，每天晚上我要睡觉前，我都会把讯息划完。确认没有用药的副作用，或者他没有身体的状况，我才会睡觉。哇，医生你压力可能也蛮大的哦。对，我是给自己压力很只大的人。好多吃一个肉桂卷。是，等一下我就会去买。医生，你会检测自己的压力荷尔蒙吗？我不用检测就一定是高的啦。对，因为我也是一个不容易入睡的人。陈医师有讲到说，你3次减重的第3次已经维持没有复胖10几年，17年了。那你知道一群观众是想要瘦身的，那也有一群是很怕我瘦下来之后会复胖的，这是另外一个学问。那有没有可以跟观众分享不复胖的一些这多年来的经验跟心法？其实答案我们刚刚都大致有讲过，然后我觉得我还是很重视选择食物的种类、比例跟时机。如果硬要讲，真的就是这3个。那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你讲的这笼统。
有兴趣的请去我的脸书看我的餐盘，我都有照实的 po 出来。讲起来笼统，但是是真的，因为这些东西可能像我跟佑荣也是这几年来累积，然后它已经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真的是现在吃东西已经大脑就是好，先吃蛋白质，然后我也跟我身边所有人，连我跟我爸家人都说先吃蛋白质，就已经是内化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它有压力，但你身体也已经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对，我跟小米一样，我已经也内化了。说实在话，我们刚刚讲的种类比例跟时机，其实我也内化了。像我昨天跟我太太去吃一个呷哺呷哺，基本上我举一个很生活很简单，就是我昨天晚餐我去吃一个呷哺呷哺呢，我请商家把我的蛋饺、什么饺啊、贡丸都换成菜，因为那些饺呢就是加了很多添加物，不只为了健康，为了不复胖，另外这些添加物对人体也不一定是健康，不管是用体重或健康的角度都不是那么好。那他有附一个王子面嘛，因为我昨天没有什么运动，所以我把王子面换成蛋，我也很是晚餐，对，我就不想吃那么多精致淀粉，所以你只要把这些习惯，那你说这样就吃得不开心？不会啊，因为我把淀粉的胃留给什么？因为我昨天好想吃冰淇淋所以我把我那个淀粉的胃在饭后的时候我就去挖了一坨冰淇淋，明治冰淇淋，对，那我就吃得很开心，对，我一直都这样去改变。那另外再补充一点，就是刚刚小米问我说我这16年怎么不复胖，因为我觉得减重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动机跟毅力对因为我的动机太强了，因为我当时是生病的嘛，我有心脏病住到加护病房，所以我动机太强，因为我希望可以再活健康一点，我要看着我2个女儿长大，所以我的动机太强，所以这个动机让我的毅力很坚强，所以这个毅力让我持续到现在，我能持续的做下去。像今天要来录这个节目，我们诊所同事跟我一起过来嘛，那我是从我家搭捷运到昆阳捷运站到你们这个工作室，那昆阳捷运站到这边还有一段路，对，那我们诊所同事问我说要不要帮我叫个 Uber 啊？我说不需要，这个短短的路我走路过去就好了，对，因为我利用这个时间呢，也顺便让自己再运动一下，对，我觉得这个生活习惯养成很重要，顺便也会看看小米新家附近的环境哇，真是漂亮，所以我刚刚其实提前来，在附近绕了好几圈，那我觉得这种习惯就可以让你不复胖，那回到我们刚刚就是重塑你生活跟饮食的习惯。我以前下班就是窝在沙发吃咸酥鸡，然后看影集，那现在呢，我很少窝在沙发，时间真的很有共鸣耶，因为我以前因为我是屏东人，所以我都要去左营高铁站，然后左营高铁站呢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楼梯，超级长，所以你走路上去？我现在都走路，而且我会把行李扛在头上，可能10几公斤的行李扛在头上，然后就走上去。以前会觉得很累，然后我宁可花10分钟等因为电梯真的超久，我就等10分钟等电梯，我也不要走路。可是现在我就会觉得那10分钟好浪费时间，我走上去就好了，而且有运动习惯，现在就变得很轻松。没错，顺便举重，顺便运动啊，就是觉得很棒。就是你看，你等一下又可以多吃1块肉这是很赞，是好的循环。对，没错。那最后医生想要问，就是如果大家想要更了解这种减重啊、控糖啊、血糖这些，要怎么找到你？虽然刚刚你已经讲很多次了，对，再跟大家宣传一下。欢迎追踪我的脸书，虽然我粉丝很少，因为我是算中年大叔嘛，我不太会经营这些软体，但有很多专业的是专业知识。对，那当然，如果真的有这方面问题我们也不说打广告啦，真的有一些方面的想了解更多，当然很欢迎到我们诊所，在初日诊所，我在台北跟新竹都有门诊，也欢迎到我们门诊来跟我讨论我会对待你们像对待我自己的家人，或像对待我自己一样。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自认我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医师因为我没有看完所有的讯息，我没办法睡觉。对，好夸张哦！谢谢医师今天来，有学到很多东西。对，即使我们已经有很多经验，还是有很棒长知识齁。对，好，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集的分享，然后可以分享给你身边所有想要减重，或者是很怕复胖的人，或者是正在考虑猛健乐，但是还没有仔细研究它的后果的人，今天都分享的还蛮详细。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可以帮我们5星好评、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对，好，那我们就下期见啦，拜拜。